就是你挑拨前太子要杀我，否则就没有玄武门之变。然而面对李世民的勃然大怒，魏征却显得丝毫不慌，甚至还作死地怼了回去。是这样，当初太子若听了我的话，必无玄武门之祸。魏征如此狂妄的话一出，把在场的凌烟阁功臣们惊得个个瞠目结舌。就在大家以为可以直接宣告他死亡时，不料魏征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将他从死神手里给拽了回来。玄武门之变后，我不出草，是因为我做的是管仲和晏子这样的大唐社稷的忠臣。插出去！而李世民打量着眼前这个不卑不亢的老头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欣赏。于是李二次魏征，免贵，谢殿下。不过李世民也不想轻易就放过他，于是抛出第二个难题，想看看他该如何作答了。如果我只认忠于我的忠臣，然而面对这个极为刁钻的问题，魏征也属实没想到。不过他稍微一思索，便有了应对之策，随即舔了舔那干巴的嘴，说道：“依我之见，古来治天下，良臣相较忠臣而言更为重要。良臣乃是真正可用之才，尤其是当今天下初定百废待兴，最需要的就是像我这样的良臣来为殿下出谋划策。而至于殿下说的那些只忠于君王的忠臣，那不好意思，在我眼中如若无才，他们忠心便不过是本分而已。”本以为保住性命的魏征刚要松一口气，可怎料李世民的下一个问题却直击他的污点，险些要了他的命。李世民寒声问道：“你的主子死了，而你不但还活着，甚至还来参拜曾经的敌人，这就是你的臣子之道吗？”这句话对魏征的杀伤力是巨大的，因为在之前魏征就跟过3个人，分别是李密、窦建德、李建成，可如今他们都死了，而你这个3姓家奴却靠每次投敌活了下来，难道就不觉得羞愧吗？然而魏征不愧是国服第一喷子，在如此强大的高压之下，却依然镇定自若。他向李世民解释自己忠于的是社稷，并非某个君王，而忠于社稷要高于君王。倘若社稷崩塌，臣子自当以死相随；可若是社稷尚存，仅仅是君王死了，自己最多只是难过而已。我明白了，前太子死了，你只是难过而已啊。因为大唐社稷还在。魏征说李建成之所以会死，是因为他听不进自己的忠言，所以听不进忠言的君主，臣子又何必于忠要跟他一起去死呢？我知道你的忠言就是劝前太子杀我。面对李世民的质问，魏征没有犹豫，直接痛快地承认了此事，并解释殿下与前太子争夺天下，致使天下动荡，社稷不安，所以在这般局势下，2人之中必须除掉一人。不过若是殿下要杀魏征，也是好事。好在哪里？魏征继续不卑不亢解释道：“玄武门之变后，天下人只知晓殿下与前太子之间存在争斗，但却不知因何而争。这份未知如同阴霾笼罩，致使天下人心惶惶，社稷也会随之动荡不安。若殿下此时杀了我魏征，正好可以告诉天下人这个缘由。待天下人知道来龙去脉后，他们的疑虑自会消散，心自然就安，社稷也会因此而安定。”我以为杀了你魏征，正可以告诉天下，就是你挑拨前太子要杀我，否则就没有玄武门之变。谢殿下看重魏征。面对李世民的威压，魏征依然泰然自若，其不卑不亢的精神不禁让李世民对他另眼相看，同时又让他有些不解。此话怎讲？魏征继续无耻解释道：“像玄武门这样具有改变历史节点的大事件，若殿下将我当作安定天下的缘由典范，不是正好从侧面说明我举足轻重的地位吗？”魏征没有理会嘲笑的众人，继续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君王需立功立德才能传于世，而我等读书人只需凭借立言便可青史留名。今日我与殿下同在堂上的所言所行，都将会被左史纪言记录在册。倘若我魏征今日一死，那我一言一行便可记录在史册里，如此也就不枉此生了。”那这么说，你岂不是很容易名垂青史呢？容易，代价很高啊！要你杀我，杀我又是忌刑。这句翻译过来很简单，就是殿下若杀我，我很容易就名留青史了。这对我而言是稳赚不亏的买卖，而你李世民恐怕就要遗臭万年。那按你这么说，如果我不杀你，你应该感到很难过了啊！众人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，但唯有最了解李二的长孙无忌却像喝了一口陈醋一样反对。
他明白李世民的笑不是嘲笑，而是发自肺腑对魏征的欣赏。所以今日魏征不但不会死，还会因祸得福。而魏征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，那笑起来的嘴角恐怕 AK 都压不住。而结果也跟长孙无忌料想的一样。我要任命你为东宫詹事主簿。臣魏征谢殿下。然而这还没有完，李世民又授予他制使一职，派遣他到河北安抚民心。为了表示对魏征的信任，李世民还授予了他便衣行事之权。而李世民之所以派他去河北的原因是，魏征本就是出自河北，现如今太子和齐王的旧部又大都逃到了河北。为了让天下人相信他大赦的诚意，所以他故意让魏征这个东宫旧部去招抚。然而还没等魏征赶到河北，贝州刺史赵德言就擅作主张抓了前太子残党，其中还有齐王的谋士李思行，因为他并不觉得新太子会大赦天下。太子这么做是有用意的，这玄武门之事，太子真的这么快就能忘了？太子之所以没有下令捕杀所有的东宫余党，反而要大赦天下，就是要以退为进，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我也曾是前太子的旧部啊，现在如果不能向朝廷表明我的忠心，恐怕将来会后悔啊！大哥的话就是命令。刘长史和高陆氏虽心存疑虑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大哥的判断是正确的。魏征一行人没多久便抵达了贝州，并向赵德言宣读了太子赦天下的诏书。然而赵德言满脑子想的却不是诏书，而是如何跟魏征周旋几天，做样子，好尽快把他打发走。这样一来，自己才能压李思行奔赴长安博个头功。知事大人是如何安排行程的呀？我们也好提前做好送行的准备啊。哎呦，我们脚跟还未站稳，就要安排送行事宜了。还是要提早有所准备，免得事到临头承受不了哦。若不是赵德言突然说出这几句话，魏征大概今晚就能赶往下一个州县。可赵德言的迫切让魏征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于是决定留下好好调查一番。而这一查还真让他发现了赵德言抓人的骚操作，于是就跑去质问这位自作聪明的刺史。然而赵德言却打死也不承认，甚至还让人连夜偷偷将李思行送往长安领赏。收到消息的魏征当即便让手下李武前去阻拦，而李武身为李世民的贴身侍卫，武功自然十分了得，三两下便将李思行救出。而另一边的赵德言眼看到手的功劳被解了，这让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魏征，于是次日带着一众手下包围了一馆，走进去一看，这罪犯还真在。可还没等他说话，魏征开口了：“这位是本州刺史赵德言大人，这位是原齐王护军，我在长安的朋友李思行。”魏征的意思很明确，人都在我手上了，你赵德言就别再一意孤行了。然而赵德言一心只想上位，他坚信自己猜对了李世民的心意。这个李思行他不一样。当初玄武门约架那天，李思行作为齐王的马仔杀了不少秦王府的人，所以这等案犯他必须要带走。这个李思行，你们是交还是不交？随即赵德言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直接喊人将魏征等人团团围起来。魏征见状丝毫不慌，转身拿出李世民御赐的致使节杖，扬言这李思行我魏征是留定了，你敢阻挠就是抗拒致使之罪，我看你有几条命够砍。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可以给朝廷写书状告我魏征随时奉陪。有传令，有人胆敢擅闯客舍，一律当强盗处置，杀无赦。此话一出，赵德言懵逼了。要知道他赵德言身为益州的刺史，职位相当于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任市长，是州郡最高行政长官。你魏征不是太子殿下用来勾引余党的工具人吗？怎么突然比我还牛逼起来了？这样的身份反差让赵德言一时无法接受。传令，包围客舍，有敢擅出者，杀无赦！都别动！贝州刺史赵德言与军士退下。可已经上头的赵德言寸步不让，还好小弟刘长史连拖带拽的让他退下。咱是求富贵的，千万别跟手持节杖的致使兵刃相见，否则我们有多少脑袋都不够掉呀！然而走火入魔的赵德言并不罢休，他竟直接上折子诬告魏征和案犯李思行意图谋反。李世民看后满脸疑惑，这魏征怎么可能会造反？于是当即传来送折子的贝州长史老刘问话：你们把致使怎么了？赵大人说他们图谋不轨，就软禁起来了。胆子也太大了吧？为什么？赵大人说这是为了忠心。是什么样的忠心呢？赵大人说陛下的策略有明暗两手，诏书和致使什么的是明的一手，而要消灭前太子的人不能明说，是暗的一手。臣下的忠心是要对陛下没有说出的也要忠诚，那才是真正的。
都收到这份手了。李世民什么都明白了，但他也有疑问：赵德言的脑回路那么奇葩，你们就没人劝阻过他吗？难道你们都认可他这个想法吗？回陛下，臣是同意的。李世民无语至极。如果天下所有的刺史都自认为他们最了解我的心思，那谁来执行敕令？我还要发诏书做什么？你们自己看着搞就行了。随即，李世民下令将老刘交由大理寺继续拷问，然后派人将魏征和赵德言一起召回长安审问。要是晚了，这个赵德言说不定还会干出什么蠢事。转眼数日后，魏征不辱使命交还结账，李世民一一赐座。谢陛下。臣稍后，这赵大聪明有点开始怀疑人生了，这怎么跟他分析的不一样啊？赐李思行坐。罪臣不敢。李世民当然知道他的不敢。以前李思行在李元吉手下办事的时候，亲手给自己调过一次毒酒，让他险些命丧齐王府。但为人谋，他尽心尽力没什么不对。玄武门当天，你还算勇猛，是个武将，难得你文武双全呢。你忠于齐王，这个忠心应该说没什么不对。朕赐你坐。谢陛下。而且李世民不但对李思行既往不咎，还念他曾为朝廷立过大功，封他为右卫将军，收入自己的麾下。李思行闻言当场感激涕零：陛下不杀罪臣，仁至义尽，如今又委以重任，臣誓死报效。好，朕的心思你明白就好。解决了李思行一事之后，李世民转头开始夸魏征：魏征，你这次出使河北，真是为朕解忧啊。当然。所以说，朕说你魏征有功啊。当然。李世民对魏征这种降头实属是有些无奈，但现在还不是跟他扯皮的时候。今儿要做的就是收拾这个胡乱揣摩圣意的赵德言。朝廷的文书在前，朝廷的治史在后，你还是不顾一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臣以为为朝廷去一罪人是忠心，是立功，臣没想到。你口口声声是出于公心，是忠诚。如果天下的地方官员都如你一样，那么朝廷的政策如何执行？天下的臣子都如你一般的猜忌，那我李世民岂不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小人？臣万死！到了现在，赵德言终于知道自己有多蠢了。但是李世民念他曾是李建成的旧部，也在大赦之内，而且在平定刘黑闼时也有战功。于是李世民免他一死，让其回家反思，没准他日还要委以重任。随着赵德言的离去，接下来便到了封赏的环节。可谁成想魏征却到反天罡的夸李世民干得不错，没有因为赵德言公然抗旨曲解圣意就杀了他。陛下能以天下为念而克制自己，这真是太难得了。孔子说：“克己复礼为人。”克是克制自己，礼就是天下的秩序。陛下贵为天子，至高无上，克己更是难上加难。魏征不愧是国服第一喷子，满满的都是细节。在严厉要求李世民做一位好帝王的同时，又隐隐约约夸李世民是一位非常完美的统治者。这种高级的马屁让李世民非常受用。不过他依然没忘记刚才那两个当然，于是便假装生气地问道：“我夸你在宣慰河北的功劳，你一个当然接一个当然，这哪里是应答皇帝的话？你真的不把我这个帝王放在眼里了吗？”我说了几个当然，陛下就听不过去了。那么比当然更难听的，陛下是不是就无法容忍了？那么陛下还怎么去听别人的谏言？听不进别人的谏言，陛下要怎样治理国家呢？结果李世民听后不怒反笑，因为现在国家百废待兴，他正愁着如何下手。听完魏征的话，他立马有了方向，那就是要听得进臣怎么说话。魏征，朕封你为谏议大夫，我要你知无不言。是陛下。别看魏征在怼李世民的时候多么的义正言辞，不畏皇权，其实他早已经汗流浃背，因为他在用性命赌李世民是为明君还是昏君。还好他赌赢了，否则就将人头落地。